大家好，最近与德国工业界联系紧密的德国经济研究所公布了一个研究结果，显示德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之大史上未有。该经济研究所警告，必须找到将德国自己从中国解放出来的办法。一个经济研究所遣词造句充满了冷战味道，实在让人感到意外。不过，在当下整个西方叫嚣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大气候下，该经济研究所为了迎合各方面的需要，做出这样的建议也在情理之中。但德国不管从政治还是智库，都在叫嚣要与中国脱钩或者降低依赖，但就是拿不出具体的办法。这与西方选举体制一样，只知道喊口号说漂亮话，就是拿不出切实的解决方案。政客和选民都从漂亮的词藻中获得快感。同样，从这条新闻也看不出有什么出路能让德国真的从对中国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其实用解放一词就让人觉得好笑，可见这种所谓的经济研究所也就这点水平，令人侧目。今天我们来看一条由德国国家电视1台发布的一条新闻。德国经济对中国依赖之大前所未有。德国从中国购买的产品越来越多，但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只缓慢上升。与德国工业界联系紧密的德国经济研究所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发展。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德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根据该研究，与中国进口和出口贸易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根据该经济研究所的计算，去年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到840多亿欧元，这意味着与前一年相比，贸易逆差增加了1倍多。在错误的方向上狂奔，一方面2022年从中国的进口比前一年增加了33%，另一方面德国企业在同一时期对中国的出口只增加了3%。经济研究所的警告结论是，德国正变得越来越依赖中国。经济研究所专家约根·马特斯说，这些数字是警报信号，与中国的对外贸易正在错误的方向上狂奔。对中国进口的依赖对德国来说是一种地缘政治风险。例如，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德国经济将容易受到讹诈。因此，马特斯强调必须找到将我们自己从中国解放出来的办法。来自政府的政治压力。经济研究所批评说，由于政府的大规模补贴，中国公司能够特别便宜地提供其产品。同时，中国正在努力使自己减少对西方进口产品的依赖，并在自己的国家进行更多生产。此外，经济研究所说，中国政府正在对德国在华子公司施加越来越多的政治压力，要求他们将中国公司纳入其供应链中。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德国电视1台每日新闻的推特账号上关于这条新闻的观众及读者评论。对美国的依赖性有多大？在军事、金融、技术、能源领域，而在多大程度上德国仍然可能奉行独立的政策？下一位，一个人总是依赖一些伙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一点。在俄罗斯作为能源供应国被强行取代之后，人们为这一愚蠢的政策支付数倍的价格。下位 Rico Luz。 那么我们不准再与中国进行贸易，任何人不准再购买来自中国的产品，所有公司、工厂、企业都应该回到他们的祖国。美国等于欧盟，在那里生产并没有贵多少，因为中国代表着共产主义的垮台。哈哈哈哈哈。下一位，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之大前所未有。下一位阿索，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寻找替代中国的方案。我们必须能够在欧盟内部自己生产关键的基础设施和具有体制相关性产品。我们目前离这点还很远，必须设法改变。下一位，喂，你们现在才感到惊讶，还作为新闻报道出来，让人深思啊。下一位呼里，哎呀，哥们，这应该是本届德国政府那些小丑们对中国实施制裁的标志呀！下面一位 Dilly， 但整个德国被美国收买了。下位网名是昨天的雪，他说：“美国拯救我们始终如一，我们来买单。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的，耶！” 下一位
为什么会这样呢？下一位，太好了！德国知识点评，朋友们看到这里，我想说一句，其实前面的读者当中，不少人是幸灾乐祸或者纯发泄的。其实他们心里并不一定对德国那么依赖中国感到高兴，他们这么说话，无非是在发泄心中的不满，有点德国恨国党的味道。我们继续往下。2年前，任何公开反对全球化的人都是横向思考者，是坏人。现在恶果来了吧？每个人都在困惑不解地揉着眼睛。下一位，例如我们的对外贸易中有 80% 是与中国的，因此现在是我们营造反中气氛的时候了。或者看美国挑起与中国的争端，然后当然我们站在美国一边，因为我们从美国那里得到廉价的页岩气。下一位，通过我们的水域，中国人给我们带来货物和商品，而我们的盟友却把爆炸物和恐怖活动带到我们的水域下。下一个，最主要的是，下一部苹果手机能按时出现在圣诞树下。下一位，首先全球化被推动了几十年，现在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彼此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下一位，快在欧洲生产吧，或者还需要发生什么？远离普京，但中国也好不到哪里去。下一位是瞎眼老男人，根本不需要研究，只需要看看你周围的东西，大多数东西都写着中国制造。下一位 X Chef， 当有需要时，我们的语言天才在哪里呢？快进行制裁，马上制裁，提供武器，不是提供给中国，但肯定也要提供武器，反正是往某个地方。下一位，这称之为世界贸易，这不是依赖性。我们可以在其他地方采购所有的东西，只是会更贵，就像眼下的天然气进口一样。下一位，这位网友贴一段德国电视1台及德国电视2台的共同频道，叫凤凰台，这个与香港凤凰台完全是两码事。这段德国凤凰台属于德国公共媒体，也可以说是国家媒体。这是一段关于德国花5到10倍的价格进口俄罗斯液化气的时政新闻。我们来看看。LNG, verflüssigtes Gas aus allen Himmelsrichtungen, aber leider auch wieder aus Russland. Denn die Importe von russischem Flüssigerdgas nach Europa sind in den letzten Monaten auf einen Rekordwert gestiegen. 13% des eingekauften LNG stammen aus Russland. Wir haben eine Erhöhung der Flüssiggasimporte von Russland nach Europa. Die gehen insbesondere nach Spanien und Frankreich. Dort gibt es nämlich Langfristverträge zwischen den Ländern und Russland. Aber es kommt auch ein Teil neuerdings nach Belgien und Niederlande und dieses Gas wird dann noch weiter geliefert nach Deutschland. Auch der Verband Europäischer Energiehändler bestätigt dem ZDF, wir gehen generell davon aus, dass russisches Gas über Drittstaaten doch wieder in die EU gelangen könnte. Das lässt sich am Port einfach nicht voneinander trennen. Westsibirisches Gas kommt jetzt übers Meer, auch über in den letzten Monaten neu gebaute russische LNG-Terminals. Geringere Mengen zwar als bisher exportiert wurden, aber dafür verdient Putin am teuren LNG 5- bis 10-mal so viel wie vorher zum Beispiel an Lieferungen über die Nord Stream Pipeline. Und niemand redet von einem Gasboykott gegenüber Russland. Und solange russisches Gas irgendwo in dem Weltmarkt verfügbar bleibt, ist es ein Nullsummenspiel. Wenn alle auf russisches Gas verzichten, klar, dann fehlen irgendwo 20 Milliarden Kubikmeter, die man irgendwoher beschaffen muss. Und es wird im Zweifelsfall nur dann wieder zu steigenden Preisen führen. Der Markt grenzt Russland nicht aus. Französische Firmen sind zum Beispiel an Flüssigerdgas-Joint Ventures mit der russischen Firma Novatek beteiligt. Zwischenhändler, Zwischenlagerung, am Ende hat LNG keine Nationalität, sondern nur Moleküle. 下一位，别碰中国，否则我们很快就会穿上中山装，到处走。将由北京决定示威和言论自由，涉及言论自由已经有一部分是这样了。为什么咱们国家不进行掌控性的干预？这样就可以从廉价进口产品中攫取利润。下一位。中国是一个非人道的控制独裁国家，中国的集中营里有超过100万人，现在不正是对中国进行制裁和战争的时候吗？下一位，每日新闻电视，你们真可悲，你们最廉价的黑石和美国的宣传以及最廉价的话语权，你们太不要脸了，你们是美国电视。
下一位，这些公司迫不及待地将所有技术转移到中国，短期利润比具有长期思维的战略规划更重要。当然，依赖性来的突然又出乎意料。下一位 Mark， 我们的政治人物是瘾君子，而毒品就是美国。下一位，有钱就行，哪管什么道德。下一位，这些高质量的政治人物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在开车撞南墙，但这很好，继续投票给他们吧，不要忘了欢迎难民。好，朋友们，今天发表评论的人挺踊跃，挺欢乐的，从中可以发现很多人不满、失望、愤怒，继而幸灾乐祸，即视感极强，对不对？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